拿到国内前5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，我和全家开战了。准确地说，是我爸、小三和小三生的女儿一家。就在这个准大一新生的暑假里，我给自己定下了2个目标：一是考驾照，2是搞得小三一家鸡飞狗跳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慢吞吞回到家，不出所料地看见戴思雨跪在客厅地毯上，她的小三妈妈在一旁哭哭啼啼，而我那抛妻弃子的爸爸站在巨大落地窗前，背部微微弯起，手上的烟雾已经遮盖住了我印象那个高大帅气的爸爸。听到我进门声音，戴思雨和他妈都不约而同回过头来，恶狠狠看我。戴思雨脸上带着明显的巴掌印：“你个贱人，你还敢回来！”他的小三妈妈张廷华眼中全是怨怼，说出的话却依然那样温柔：“冉冉，你怎么才回来？你妹妹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也不管管？这事是我能管得了的。她要主动送到人家床上，我能管得着？”我全然不想理会这母女俩的脑回路，放下包，洗手，径直走向厨房，拿了罐可乐，一股脑喝了个爽，才悠悠走向客厅。客厅里这吵吵闹闹的声音，听着真是十分的悦耳。戴思雨也不跪着了，抱着我那好爸爸戴钟庆的胳膊撒娇：“爸爸，肯定是戴婉然故意陷害我的。”他的小三妈也在帮腔：“思思还小，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”看着我走过来，刚才还在窗户边吸烟的我的爸爸，这会阴沉着脸问：“思雨怀孕了，这事你知道吗？”我坦然道：“知道啊，验孕棒还是我放到他书桌上的呢。”听到这里，戴思雨再也忍不住，做事要打我：“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陷害我的，你怎么不去死？”我毫不在意戴钟庆不言不语的态度，他反正已经装聋作哑惯了，只拽住戴思雨伸出的手，语气依然平平，说出的话却很致命：“戴思雨，怀孕这事我怎么能陷害你啊？难不成是我把孩子塞你肚子里的吗？”完全不理会气得跳脚的戴思雨，相反，我态度好的就像亲姐妹，用她一贯柔软的语气劝她：“孕妇动怒不好哦，也是要当妈妈的人了，不能总像个小孩子一样了。”转头又劝我爸戴钟庆：“爸爸，抽烟对小孩子不好的，你还是别抽了吧。”难得见到他们全家愣住的样子，不禁心里笑了起来。戴思雨的小三妈张廷华，这个又表又查的女人真是定力非凡，这时候还能拉着我亲切地说话：“冉冉，你告诉阿姨，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你有告诉其他人吗？还挺会抓重点的，以前真是小看这个女人了。”能抓住戴钟庆的心的人，果然是个狠角色。我也不是3年前那个只会一味硬刚的小女孩了。顺势拉着张廷华坐下来，还给他倒了杯茶，缓缓才说道：“婷婷阿姨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戴思雨已经17了，现在未婚早孕的女孩子一抓一大把，咱们家里又不是养不起，生下来就是了。”张廷华眯起眼睛看我，眼神里像是小说里描述的淬了毒一样。戴钟庆站在沙发不远处，双手叉腰，声音里还是带着刚刚大声吼过的嘶哑：“你当姐姐的，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思雨还这么小，这孩子肯定不能要。”我十分疑惑：“啊，我还记得爸爸你跟奶奶说，婷婷阿姨是真心喜欢孩子才会大着肚子嫁到咱们家呢。”看来是我想多了。眼看戴钟庆的巴掌就要打到我脸上，我后退了一步，眼睛含泪问道：“怎么爸爸，你要打我吗？滥交早孕的又不是我，你打我做什么？你才滥交！”
这是李子琪的孩子，我们俩真心相爱。要不是你天天围绕在他身边，我们俩早在一起了。这话说的一点都不脸红呢。李子琪是我多年好友了，初中俩人经常凑一块讲题，上下学路上也常一起走。情窦初开的年纪，很多人都以为我俩在谈恋爱，这话传到我妈耳朵里都没当回事，因为我们俩那时候一心只有学习，纯洁的和珍珠似的。想起来还有点遗憾呢。初三那年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爸脑子抽了什么风，听张廷华吹了多少枕边话，非要我的监护权，天天去我妈那闹。那会我妈担心影响我中考的心情，就问我的意见，我当然没问题呀。在知道我爸转移婚内财产给小三一家的时候，我已经对他没有如沐之情了，只想搅和的他家不得安宁。张廷华还故意安排我和戴思雨一个学校，我们俩差一个年级，在我爸面前装作和和气气，我爸一走就阴阳怪气。在学校里还有戴思雨天天传我绯闻，找她的小姐妹们堵我，想要给我立威。戴思雨的同学里要是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小三生的孩子，都对不起我专门转学到这个学校。家里有钱的孩子总是容易聚集起一些好朋友的，戴思雨就是这样，在学校有很多人拥护的。而如果有钱有颜，有个帅气男朋友，那就更容易了。我还外加有个学习好的挂，陈雨乐就是当时这个学校里戴思雨追了2年都没追上的男神。恰好转学后，他和我一个班，学校的火箭班，我有着近水楼台的优势，怎么能不好好把握？熟了以后才发现这哥们就是个二货，哪有什么男神范儿，但装作我男朋友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喜欢追了他很久的戴思雨，他说看着就很茶的样子，乐了我半天。稳坐年级前3的我，在这个新学校里还是有点话语权的。半年之内，我的小姐妹团体就壮大了起来。当大家都指指点点戴思雨是小三生的孩子之后，他还把这件事加了个非常合适的注脚，他撬了我的墙角。李子琪每隔上1个星期或者2星期就会来学校找我一趟。初3的男生已经有了帅气的面庞和挺拔的个子，学霸加成更让他小年纪有股书卷气，很难让人不喜欢。一来二去的，不知道就怎么被戴思雨给勾搭上了。作为李子琪的好朋友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去说戴思雨的坏话，天天听着戴思雨在我耳边嗡嗡说着李子琪怎么舔他，我压根不信。我觉得吧，铁树能开花我信，但我绝对不信万年铁树能上天，所以也就任由他俩发展了。李子琪那将近200的智商，怎么也不会是个傻子吧？总有一天他会看清的。想起李子琪头顶的青青草原，我都替他憋屈。这到嘴边的话不说不快。戴思雨，你爬上别人床的时候，可还记得真心相爱的李子琪？啪的一声响起，这一巴掌终于还是没躲过。我的好爸爸不允许我用这么难听的词来形容他的宝贝女儿。呵呵，我捂着火辣辣的右脸，舌头顶了下右脸颊，笑出了声。这一巴掌真的是打碎了我所有的关于父爱的幻想。我没有爸爸了，早在他出轨离开家的时候，我就没有爸爸了。从我3年前被从妈妈身边抢走时，我就应该知道我的爸爸没有心。这个中年男人是戴中庆，是戴思雨的爸爸。我看着故作惊讶却沾沾自喜的小三母女俩，这么多年的戏我真的是看得够了。我的好爸爸，他不顾自己的发妻刚走出抑郁症，不顾自己的女儿将要中考，
要将我带到他和小三身边，被他们一家作践，来看他们一家生活的有多幸福美满，要给周围人演一场他是个好男人、好爸爸的深情戏码。小时候一直不懂，为什么爸爸每天回家都那么晚？为什么爸爸总是不高兴的样子？为什么我家里就很少出现书上说的欢声笑语？为什么妈妈经常一个人掉眼泪？那总会有老师问我为什么不自信呢？为什么总是有心事的样子呢？为什么呢？我从上学开始，每次考试都力争第一，因为只有在拿到成绩单的时候，我的爸爸才会非常慈爱地摸摸我的头，夸我说：“然然真棒。”我在家都是小心翼翼地讨父母欢心，生怕他们吵架，总担心是因为我的问题而引起的。我从不敢和爸爸提什么要求，尽管家里并不缺钱啊，甚至已经是当时本地中产阶级的天花板家庭了。我这样谨小慎微地活着，就希望我们家能一直在一起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都无法实现。3年级的时候，张廷华带着戴思雨走到我家门口，还是我给开的门。他们跪在我妈妈面前，眼泪汪汪地告诉我妈说，戴思雨也是爸爸的亲生女儿，她仅仅比我小半岁多。我的妈妈当场就要晕过去，是我拿着高尔夫球杆把这不知廉耻的母女俩赶走的。那天晚上，妈妈抱着我哭了很久。凌晨时分，她问我：“然然，妈妈要对不起你了，妈妈想和你爸爸离婚，你希望跟着妈妈一起生活吗？”我哭着点头。我已经没有爸爸了，不能再没有妈妈。我的妈妈需要我。他们离婚很快，毕竟小三已经又怀了一个男孩，想要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分。天可怜见，这孩子没有保住，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母亲手中。我抚养全归妈妈，爸爸不要这个家的任何东西，包括我。他不顾一切的只想要离开。他在我妈妈孕期出轨，却说和小三是真爱。2年后才知道，他早已将一些财产暗中转移到了小三那里，对外却始终宣称净身出户，没有一丝对不起我们娘俩的地方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戴钟庆不会知道那几年我和妈妈是怎么过的。妈妈是那样一个爱美又坚强的人啊，在被冷暴力那么多年的时光里，也依然坚持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。而从头到尾的一个精致女孩，就在得知小三存在后迅速的枯萎。她变得易怒、敏感，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会让她变得歇斯底里。多少个夜里，我抱着妈妈入睡，担心她会自杀。直到步入中学，我陪着妈妈走出了抑郁症，她开始重新拥抱生活。所幸妈妈现在一切都好，那么我便无所顾忌。我脸上又带上了那种无所谓的笑，嘲讽地看着眼前的一家3口。我算着我亲爱妹妹的例假久久不来，看着她偷偷买验孕棒，偷偷扔进垃圾桶，我怎么能不帮她呢？万一她去小作坊偷偷打了孩子，以后终身不孕，那可怎么好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咒我，爸爸打死他。我把左半边脸也凑到戴钟庆面前，笑吟吟问他：爸爸，你说我对我这同父异母的妹妹这般好，你不奖励我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打我呢？从他的眼睛里，我看到了一个近乎疯狂的我自己。我早就疯了，从我来到这个家的第1天就疯了。逼疯我的是当年拆散我家的小三张廷华。当年刚出大学校门的他，没有廉耻地去勾引一个有妇之夫，拆散一个家庭。我到他家的这几年，更是恨不得天天捧杀我。那我就做出一副混世魔王性子给他看。婷婷阿姨，你当年有才有貌的，非要当人家小三，
现在你生的女儿也遗传到了你的特长，虽然又蠢又笨，但是刻到骨子里的勾搭人家男朋友的基因是不会变的，你说对吧？张廷华终于受不了我的话，气得哆嗦着手，恨不得吃了我，还要在戴钟庆面前保持着淑女风范，真是难为了她。靠男人生活的女人就是这么的可悲，一切都要照着男人喜欢的标准。婷婷阿姨，我说话直您别生气，我又不是你生的，自然学不会你那又茶又婊的那一套，说不出来好听话，只能实话实说而已罢了。戴思雨的确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，当时你怀我爸孩子时候得有22吧？你看你家闺女才17岁就得到了真传，可真厉害呀！这一连串的冷嘲热讽，反而让张廷华冷静了下来。他收拾好面部表情，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，未婚先孕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。我不得不给他竖起大拇指。您说的对，我赶紧掏出来兜里的手机，让我赶紧发个朋友圈，赞美一下戴思雨能够在高2期间早孕，一下子就扭转了人们心中关于她中考失利的不好印象。祝我马上年满17周岁的妹妹一举得男，我也即将升级为大姨了，简直太开心了。面对我这由衷的赞叹，戴思雨朝着我扑了过来，想要夺我的手机。我脚下往右边一挪，顺手先打了他一巴掌。看你急吼吼的样子，就和你爬男人床一样样的，啧啧，真难看，看着打不到我。戴思雨哭喊着求他爸帮忙，挺纳闷的，戴钟庆能忍着这么久没有上手打我。你不动手吗？可能是我太过于疑惑的语气影响到了戴钟庆挥巴掌的速度吧。毕竟我在他家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，毕竟每次我和小三母女俩起冲突的时候，不明分说，挨打的都是我。不管了，反正我趁机踹了按着我的张廷华一脚。等戴钟庆终于反应过来去拿家伙时的时候，大门被人踹开了。今晚是家里的秘密，早早就让住家保姆回家了。这时候怎么会有人来呢？他们全部看向了门口，来的是陈雨乐，我的假男朋友，是我让他来的。我知道今晚肯定不好过，提前让他埋伏在大门外面，还给他留了门。我的假男友在人前还是挺懂事的，和我一样样的，没有一丝尴尬地向我们这么抓马的一家人问好，然后说：戴叔叔，我和然然要出去玩了。我还被小三母女俩抓着手，只能眨眨眼以示求救。陈雨乐也很懂事地把我解救出来，1.85米的大个子，一身散打练出来的腱子肉，如果还救不出来我，那他可以提前下岗了。戴钟庆理衣服站好，他在人前总是要面子的，这么晚了还去哪玩呢？眼尖的陈雨乐拎起我的包，拉着我就往外走。您就放心吧，不会玩出来孩子的。我不合时宜的哈哈笑出声来，我就说陈雨乐一直就是个懂事的好孩子。临走前还有个事忘了说呢，戴思雨，你放心，你有孩子这个事我只和李子琪说了。然后他很震惊，说孩子不是他的。我转过头对着陈雨乐说出了埋藏我心里很久的疑惑，你说为什么这个女的从我身边抢走李子琪，却怀上了别人的孩子？陈雨乐完全阻止了我继续问下去的欲望。不知道，伴着身后的咆哮与哭声，我走出了这个家门，转头看着这个生活了3年也在不想踏足的地方，真想高喊一声，我自由了。从今天起，再也没有谁能阻挡我前进的路，再也没有谁能碍我的眼。凑着道路两旁的路灯，陈雨乐捧起我的脸，轻轻抚着被打留下的巴掌印。还疼吗？我摇摇头，
一只胳膊横在我肩膀上，给我掏出一袋冰块。你说你怎么就学不乖呢？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激烈的冲突呢？被打习惯了，没事儿。我用冰块捂着脸，毫不在意地回道。陈雨乐撇撇嘴，颇为惆怅地说：“哎，我可是超级怀念那个娇滴滴又茶兮兮的戴婉然哦。”我脱口而出：“那你喜欢那时候的我，还是现在的我？”这句话问完，才觉得有些暧昧。陈雨乐似乎总能消除一切暧昧于无形。说实话吗？当然是那时候的你了，几乎成天围绕着我转，满眼里都是我。哈哈，我那时候可是用尽功夫讨你喜欢呢。盛夏的晚风吹起她的刘海，闪亮的眸子里满是戏谑。我们俩相视大笑。初三转校之前，已经在戴中庆家里住了一段日子。那时的我就像一个被攻击的小兽，始终张开我的鳞爪和利牙，从没给过想弥补我的戴中庆一点好脸色，言语之中恨不得把小三一家骂个狗血淋头，一天能和戴思雨打上个2、3架。我要让他们一家知道，抢我过来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。我不是任他们拿捏的软柿子，不是衬托他们宝贝女儿的绿叶，更不是被张廷华能够拉下淤泥的无知女孩。我知道张廷华心里始终是顾及我妈的，他一直想要和我妈一较高低，甚至想比较一下2个人养的女儿。是的，我确实没有戴思雨长得漂亮，楚楚可怜的模样，但是我有脑子，不是所谓的捧杀就能让我堕落深渊的傻子。不知道张廷华哪里来的不过脑子的育儿理论，他教戴思雨，女孩不一定要读书非常棒，嫁个好男人才是最终目的，反正读书最终也是为了嫁个好人家。戴思雨15岁时候就经常被他妈带着出入一些贵妇场合，希望能被所谓贵妇赏识，遇到一个可心的好人家。戴思雨当然学习成绩不好，她的所有时间都被用来美容、学习穿搭与社交了。我对着进进出出的母女俩嗤之以鼻，只是有一个人的名字让我记住了：陈雨乐。近年来本地崛起的首富2公子，不仅他爹有钱，他妈还有权，是林市的政府要员。他哥和他未来嫂子听说都是博士在读，这样的一个人，听说长得还很帅气，当然是戴思雨母女俩的首要目标了。不过无所谓，我戴婉然会出手。转到这所学校第1天，我就认识了陈雨乐。毕竟我俩一个班，这是本市最好的初中，学习好的孩子遍地走，恰好我就是其中一个。再加上戴中庆交了点择校费，理所当然地进入了重点班。我要让班里人迅速记住我。于是转校生的第1节课，我就举手回答了问题7、8次，班主任太给面子了。下课后，身边的同学就开始打听我：“你叫戴婉然，好好听的名字呀，你原来在哪个初中呀？看你成绩应该还不错吧？为什么当时没有进一中呢？”笑得我脸都有些僵。同学们真的很友善，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难搞。我原来在3中，那离我家比较近。你们都很厉害呀，我应该没有你们学习成绩好，以后还请你们多多指教了。面对和善的人，我总是愿意回报以最大善意的。一个转学生需要和大家迅速建立起关系，于是我给全班同学和任课老师们都买了奶茶。我和同桌一个超级温柔的女生挨个给同学发奶茶，她带着我认识班级里的小伙伴。一个下课就闷头睡的男生被叫醒，顶着鸡窝般的头发和惺忪的眼睛，完全没有被打扰的怒气，咧着嘴灿烂的笑：“哟，这就是咱们班的新同学吧？你好呀，我叫陈雨乐。”
我略带一些局促。我听同学说，你非常受老师们的喜欢，你能陪我一起去给老师们送杯奶茶吗？我发誓。我用了平生最温婉优美的笑容。陈雨乐稍一迟疑，就答应了。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麻杆似的瘦高男生站了起来。这是我第一次认识陈雨乐，和我想象中的一点也不一样。我以为是长得像李子柒一样的温润型的，大眼睛，皮肤白皙，没想到单眼皮，小麦色。如果不是瘦的和马杆一样，真的挺像一个体育生的。陈雨乐走路带风，我好像能看见他的排骨一样的胸膛。这种前胸贴后背的身材有什么好喜欢的？我不理解，难道戴思雨就看上了他的家世？不过人倒是很好，丝毫没有想象中的富二代混不吝的样子。陈雨乐扔掉喝完的奶茶，扭头问我：新同学，这么快就爱上我了吗？我压下心里的白眼，甜甜地冲他笑。是啊，我喜欢你。陈雨乐一直噙着笑的嘴角僵住了。你开玩笑吧，哈哈。我在想，你怎么这么瘦？回答我的是尴尬过后的连串大笑。羡慕吧？我十分无语。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1.83米，120斤。陈雨乐自豪地要上天。哇，哥哥你真棒，哥哥你身材可真好啊，我就像个小白花一样。陈雨乐一头黑线。我知道我很棒，但是你不至于吧？怎么，哥哥你不喜欢吗？我尽力做出星星眼的崇拜状。好好说话，我要吐了。什么这？你看着就不像是说这话的人。陈雨乐一副看透人心的拽样子。确实是，这话实在是脑海里想想都要吐了。怪不得一身排骨呢。我也毫不留情。陈雨乐把拎着的奶茶换了个手，不以为然。你看怎么说也得有120斤了吧？我身高1.68米，体重也将近120斤。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胖过。或许是我过于认真的表情。陈雨乐没有再接话。我从小的目标里没有变美这一条，或许是过于早熟了，心思完全放在了学习上，也一直觉得自己整体上很好，不需要改变。晚上回到家，戴思雨立马就冲到我面前。他已经听说了我和陈雨乐一起去给老师送奶茶的事情。你这个丑八怪，陈雨乐才不会看上你。请问美女，陈雨乐是你男朋友吗？他马上就是了。我马上也考上清华了。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打你呀，来呀，怕你呀。我放下手里的物理书，站起来翻了戴思雨一跟头。他哭着和我打在一起，家里就我们2个人，我不信他能翻出天去。终于，住家保姆王姨看不下去了，上来捏着我的胳膊，把我们俩分开了。表面上劝我，冉冉，你是姐姐，应该让着妹妹一点。私下里，王姨的手恨不得扭断我的胳膊，毕竟是张廷华给她发工资的。我静静坐在书桌前，拿出云南白药，给自己喷了喷。这药果然劲儿很大，物理书都被我的泪水打湿了。可惜了，我很喜欢物理，很爱惜这本新书的。完成作业后，给妈妈打了视频。一般妈妈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，都是我抽空给她打。她担心寄人篱下，贸然打电话过来会让我不好过。妈妈担心的眼神差点让我的眼泪再一次爆发。我告诉她，在新学校一切都好，老师同学都非常友善，也交到了新朋友，爸爸也非常照顾我，不让我受一点委屈。日子一天天过，我刻意和陈雨乐的哥们周凯畅走得很近，然后逐渐打入了他们的小圈子。我和周凯畅说，我对陈雨乐一见钟情，希望他帮我追。周凯畅告诉我，学校里喜欢陈雨乐的人太多了，不如换个人追吧。
我只好把我温柔同桌爱欣欣的情报和他做交换，但我并没有像戴思雨做的那样，带着一群女生去给打篮球的陈雨乐加油助威。我连去都不去，有这时间，还不如多做2道物理题。分子热运动可比烈日下流汗的排骨们香多了，也不像戴思雨天天一下课就等在我们班门口，给陈雨乐和他兄弟们送水送吃的，更不想戴思雨他们经常性的陈雨乐周末出去玩。我只在物理老师面前刷存在感，短短时间内俘获了他的芳心，成功上位物理课代表。刚下台的一位物理课代表就是周凯畅，这是我俩的秘密。我推荐了他去做语文课代表，班主任还是很照顾我的，他也觉得欣欣一个女孩子需要厉害的男生帮帮。然后我掌管着每天物理练习册的答案，做得快的同学都得找我来对答案。于是我在陈雨乐找我要答案的时候，都是一边夸他一边损他。哇，你才做到这里呀？我已经自学完下一章了。哼，你毕竟物理课代表呢。那是，我看着他对答案的认真样子，也会夸他。不过你正确率真的好高啊！哈哈哈。那当然了，我物理一直单科第1的。那你为什么当初没有当物理课代表啊？陈雨乐合上答案递给我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哥哥，我更好的科目是体育。临走时候还向我抛个媚眼，真是醉得慌。我会在做物理实验的时候暗箱操作。我和陈雨乐一组，共同攻克一个个小难题的过程中，情谊与日俱增。实验结束后，我会拉着欣欣一起收拾实验室，周凯畅自然也拽着陈雨乐留下来。这么好的独处机会，我和周凯畅自然都不会放过。我会趁机提出一些学习上的难题，美之名曰：我最近有好多问题不太懂，陈雨乐，你能给我讲讲吗？转到这个学校来，我还不太适应老师们的授课方式，还希望你能多帮帮我呀。你这么厉害，人又好。解决完那些我早就学会的题目之后，然后4个人在一起去学校超市买饮料喝。物理实验课安排在休息大课间，实在是太棒了。只是一直要做新的题目，并装作自己不会的样子，有点惨。不知不觉的，我们4个人成了日常活动小组。第1次月考成绩出来，我理所当然的考了班级第5，也就是年级第5。学校能人太多了，不过我感觉再努把力，能冲前3。我吸溜着声尖，烫得我话都说不太清楚。欣欣递给我一张纸，说：冉冉，你已经够厉害的了，刚转学的第1回月考就考了这么好。我终于把声尖咽下去了。姐姐，你这个年级第2这样说话，不是磕碜我吗？爱欣欣拢拢耳边的碎发，羞涩的笑笑。我这次也是运气好，和你做同桌之后，看你那么努力，感觉我的潜力都被激发出来了。我们几个笑作一团，尤其是周凯畅，嚷嚷着周末要请客，比他自己考得好还高兴个10倍。他和陈雨乐都是班级中等水平，但是放在全年级，那也是尖子生了。经过1个多月的相处，我已经能够在这个班里站稳脚跟，这其中大部分靠了眼前的3个人。看着陈雨乐和周凯畅说着游戏里的趣事，欣欣温婉地笑着喝奶茶，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。戴思雨带着她的小姐妹堵着我的那天，我们4个人刚从超市打闹闹出来，戴思雨很亲切地和陈雨乐打招呼，陈雨乐也不无所谓地笑着。他一贯是对所有人都保持着礼貌和热情，包括我。虽然已经熟人了很多，算是朋友，但我觉得也并没有真正
走到他心里去。可能这就是有钱人家孩子的通病吧。戴思雨来的比我想象中要晚，没有我以为的那么沉不住气。雨乐哥哥，你怎么总和这个女的在一起啊？这撒娇的语气，再加上戴思雨我见犹怜的清纯面庞，是个男的应该都不会拒绝吧。陈雨乐笑着摆手，戴思雨，我说了多少遍了，你虽然比我们低一级，但也真不用叫哥哥吧？好吧。戴思雨委委屈屈地答应着，接着又说道：那陈学长，你们要干什么去啊？上课去啊？还能干吗？果然是有心上人了。周凯畅对着校花级美女也能轻易说出对人的话。戴思雨向周凯畅做个鬼脸，走到陈雨乐跟前，陈学长，我悄悄和你说，你身边的戴婉然可不是什么好学生哦。这悄悄话，在场的10来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陈雨乐都没看我一眼，直接说道：抱歉，戴思雨同学，戴婉然是我的朋友，我们先走了。我留在最后，一副胜利者姿态看着戴思雨。戴思雨受不了我的挑衅，大喊道：戴婉然的妈妈是个疯女人，她有抑郁症，整天歇斯底里的。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戴思雨的脸上，当然是我打的。对我来说，你揭我妈妈的伤疤，我打人当然要打脸，我才不管现场有多少人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。戴思雨愣住了，根本没想到我会敢在学校打她，她立马扑在她小姐妹的肩膀上，嘤嘤哭了起来。陈雨乐他们也折回来，面色复杂地看着我。戴思雨怎么会放弃这个好机会呢？雨乐哥哥，你看这个女的也有暴力倾向的，你不要和她玩。我正在犹豫怎么踹她一脚威力最大，但实际伤害最小的时候，陈雨乐上前拉住了我。头一次见他这么严肃。戴思雨同学，是你出言不逊在先，戴婉然打人确实也不对。是你们互相赔礼道歉私了好呢，还是真的想闹到人尽皆知呢？我白了陈雨乐一眼，这大哥是真的傻子吧？戴思雨当然会选择闹大呀。戴中庆从教导主任办公室领回我和戴思雨，天已经大黑了，匆匆回到家，还没有吃上热饭，熟悉的家庭氛围已经来了。张廷华先接下我的书包，温柔且怜爱地和我说话。我知道事情的原貌了，肯定是思思说的话伤害到了你，让你不得已打了他。阿姨相信你不是故意的。我静静地看着他表演。如果不是我来到这个家的第一天，就在戴思雨房间放个监听器，如果不是亲耳听到这个温柔的女人怎么样怨毒地诅咒我和妈妈，准备怎样实施捧杀我的计划，我可能真的会相信他的。谁不喜欢好听话呢？谁不喜欢有人喜欢着的感觉呢？可是我从来不领情，才会招来戴中庆一次次的打骂。在他眼里，我是一个叛逆的没有心的孩子，从来不懂得感恩张廷华待我的好。我拒绝了张廷华接我书包的动作，脸上挂上无所谓的笑。我就是故意打他的，谁让戴思雨嘴那么贱？我有时候想，我自己嘴也是贱的，才会这么的令我的爸爸讨厌吧。我自顾自放下书包，喝了杯水，准备听戴中庆的责骂。还是老一套呗，说我不懂事，不懂感恩，不懂让着妹妹。最后说到是我妈妈教坏了我。我一怒之下摔了杯子，可能是我眼神里的狠和恨过于明显。戴中庆拿起沙发椅旁边的戒尺打了我2下，背上的疼我已经不在乎了，还苦中作乐地想着，这是上次想打我时找不到趁手的，抓紧买回来的吗？挨打的时候，我不会跑，也不会和戴中庆对打，连争辩都不会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所有的怒火在挨打的那一瞬间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但
只要是触到我的逆鳞，说我的妈妈不好，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松口的。所以这顿打挨的就有点狠。这是第二天，我和关心我的3个朋友坐在奶茶店说的，这几乎已经是我们的基地了。放学早了，总要来这里坐一坐。我曾暗戳戳地和陈雨乐说，根本就是周凯畅想来。陈雨乐不置可否，他们劝我不要那么刚，女孩子服个软没有什么不好。我眨巴着眼睛，并不吭声。陈雨乐拿走我面前的奶茶，给我换了杯咖啡。他认真地说，你挨打越狠，他们母女只会越开心，所以你只需要服软，就能笼络住你爸的心，他们母女俩才会不舒坦，明白吗？那杯咖啡让我成功戒掉了奶茶瘾，从此只喝咖啡了。苦涩回甘的味道让我豁然开朗。疯狂做题的间隙里，我在事不关己，也知道学校里弥漫着一股谣言，说我精神分裂症、抑郁症、躁郁症、暴力倾向，各种版本都有。我并没有在意过，身边的朋友们也没有在意过，这让我很自在。直到语文小测验做到一篇阅读理解，就是讲暴力倾向问题的，班里男生起哄，让我分享一下感言。我本来没有当回事，陈雨乐跳过去，拽着那个起头男生的领子，让他给我道歉。所有人都在劝陈雨乐放手，但陈雨乐很坚持。这是大家第一次看到他这么严肃的样子。我知道陈雨乐在为上次他劝戴思雨不当的事懊悔，虽然很忙，但看到他替我出头，内心真的很愉悦。我轻轻拉下陈雨乐的拳头，站到讲台上，告诉全班同学我家的事情。欣欣甚至添油加醋地说我受家暴的事情。大部分同学都非常同情地看着我，有些女生甚至都落泪了，但也有几个男生是立志要做戴思雨舔狗的，觉得戴思雨很可怜，居然有那样一个妈妈，希望我能够给他们牵线搭桥，想要去照顾戴思雨脆弱的心灵。舔狗的世界我不懂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